小女出行途中，不料经此大雨，谁知又迷路了，实在是无处可去。不知可否在公子这里暂避？公子，你看，人家衣服都湿透了。好。公子，衣服上有虫。那是我豢养的蛊虫，只要我不下令，他们就不会伤害你。是主兽做了什么？让一让，闪开，闪开！这么多羽灵卫追一个小贼，竟然都跟丢了，分头去找。 去搜，是。卖鱼喽！新鲜的沿海鱼哎，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那是郑世才，他要算性命了！快走！这是哪来啊？ 出水芙蓉，元亨利贞，大吉兆也。哇，好神奇啊！ 侍卫大长，命丧四期，性命难抗。四星连珠，四星连珠，四星连珠！四星连珠！四星连珠了！ 救
啊！哎，去！珠儿，珠儿，乖啊，别动，珠儿。哎，珠儿别动啊！喂，哎呀，好不容易开个张啊，不要把徐茂的生意又搞砸掉了。哎呀，真是没眼看呐！以后你出去不要说你的功夫是我教的。看来本少侠要懂真功夫了。哎，小明姑娘，云战少侠，你真的帮我找到珠儿了？那是自然，没有你云哥哥办不到的事儿。你的珠儿啊，太不让人省心了。他呀，就是喜欢抓鸟。那我该如何报答你呢？报答嘛，报答。寻猫，10两纹银。嚯，什么情况？这谁家在办丧事儿啊？还不是在南怀城的首富陈员外。那棺材里躺的，据说是他江湖上的一个朋友。朋友？这么酷的阵仗，我还以为是陈员外他亲爹没了呢。韩儿子，说话要积点口德嘛。老先生说的没错，这位朋友听说是高空坠亡，据说和辛敏捷有关。陈员外为了化解灾厄，不仅摆灵堂、宴宾客，而且还请了部落的巫师诵经3天3夜，真是有情有义呀！宴宾客，大户人家哦，岂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哦？你们不是收到请柬了吗？啊？怎么还不知道啊？这陈员外为了咱们南怀生的安宁，这回啊，可真是下了血本了。可不是嘛，国主久不上朝，怕是天下有变呐。哎，老哥，你可是打听到什么江湖秘闻了吗？我吃素。少侠有所不知，陈员外这位朋友啊，据说并非死于一场意外啊。你可听说过天罗？就是九州大陆上那个最神秘的杀手组织。我听道上的朋友说，死者就是死在天罗的手上。咦，那你可知这个是天罗哪号人物干的呀？就是九州20年前天罗组织的头号杀手，踏叶无声，云灭。李成，性命之劫已化解。
老头，怎么说？走，看看课。小心！竟然敢拿本少侠的兵器暗算我！赶紧撤！这都不追！哎呀，收拾东西，赶快离开南怀城，要出事！快走！老头，哎，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追啊？是怕我打不过他们吗？臭小子，别总想着出风头。我去，这么多御林卫！无耻小贼！谁是小贼啊？小爷我乃南怀城第一游侠云战士也，专门为各种丢人钱财啊、丈夫出轨啊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老头，腿脚不方便哦。安教头，公主石秀彤已经拿下要犯，先邀请您入宫一同审讯犯人。动作这么快，这南怀城会使天罗司的人屈指可数，他到底有什么来头？这是九州第一杀手组织天罗的专属杀人兵器。你别看它细如蚕丝，但是锋利异常，削铁如泥。最关键的是，一般人根本使用不得。莫非这个案子跟天罗有关？有立于阳光之下的武士，就有藏匿于阴影中的刺客。大人，是被冤枉了！大人，放我们出去吧！大人，老头，方才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手啊？啊，现在好了吧？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还被抓到这来现眼。哎，你还说呀？都怪你呀！去揍人家陈员外的爸爸，搞得我们连蹭饭都没有蹭完一顿，害得师傅现在连酒都没有喝，就惹祸烧身。怪我了？你还怪我啊？你放手！想我了吗？再出言不逊，下一剑刺穿你的嘴。他打不过你，吃痛。陈员外宴席邀请的都是南怀城旧友名流，你们既不认识死者，
又与员外素无瓜葛，混进宴会做什么？说。谁说我不是名流啊？小爷我乃南怀城第一游侠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没有我吃不了的席面。少跟本公主废话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公主，哦，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红衣夜叉监国公主石秋桐啊！你，公主，息怒。二位不愧是当今九州1等1的高手，连嘴上功夫都这么厉害。你又是谁啊？驸马爷吗？云少侠，这个东西你不陌生吧？天罗丝。安某发现那具尸体是被人用天罗丝操控，谋害了陈员外。你们说，整个南怀城会使用这种武器的，除了你们师徒俩，还有谁呢？哎呀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用天罗丝杀人，只能证明和天罗有关。哎，老夫早就退出组织，几年都未曾出过手啊。那既然如此，安某只能辛苦二位委屈一下。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在这里将就几日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过来，有没有酒喝呀？有可以多撑几天呐。公主，云灭师徒虽与此案脱不了干系，但属下认为，此案还大有文章。此话怎解？属下在验尸的时候，发现那具尸体是一名云州的巫师。再加上陈员外最近有一笔巨额的钱财来往，连他的家属都不知道钱财的去处。云州，巨额钱财。是。那名巫师的死，给坊间带来了不小的震动。大家都议论说，是新命师的预言开始了。再加上，说。再加上陛下久不上朝。胡说八道！把那个妖言惑众的新命师给我带来。我倒要让他看看自己算的是什么命。这株寒天兰，是童儿特地从北路给我弄过来的。今日龙帝有闲情，可以与朕共赏。童公主如此孝顺，不但是皇兄之福。也是我们燕国之福啊！朕病了这些年，童儿年纪轻轻，燕国能有今日安定，全是龙帝的功劳。如今童儿婚事已定，朕也就安心了。皇兄，3日后便是公主大婚，届时，臣弟将有宝物进献。什么宝物？国主，瑞亲王，童公主抓住了白日里刺杀陈员外的凶手，正在加强戒备。员外而已，何必大动干戈啊？皇兄有所不知，陈员外乃南怀首富，亦对羽林卫多有资助。他的死难免引起坊间流言，不得不防啊。朕久居宫中，对天下事已无关注。罢了，任童儿去闹吧。魅灵，乃亦是幻化而成，神形聚散，用来占卜性命，再好不过了。
欺俗人。但你要明白，他日若我们背后的主子能完成大业，我就高位，你人形不损，岂不皆大欢喜呀？随便玩玩罢了，真想关注我，没门儿！哼，要按你课晚，我就在这里。哎，我说你个老头，你是不是仇心又犯了？哎呀，你个憨儿子，这明摆着是一滩浑水嘛！抽课只会惹更多的麻烦，正好在这里躲一下。哼，你真不想知道，到底是谁送给我们亲家，又是谁把咱们拉进这趟浑水当中啊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越狱了！哎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！哎，是他要越狱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真不知道你老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你走不走啊？不走我走了啊！哎，记得打酒回来。等我回来，光明正大带你走。嗯。嘿，哎，嘿。云少侠，走得这么匆忙，不留下来喝杯茶吗？真是冤家路窄啊你！要不是你身犯命案，安某还真不想和你做冤家。你不会想和我做朋友吧？我对男的没有兴趣。在那边。放冷箭，有你的呀！跑够了吗？跑够了就给我滚回天牢！无耻的云贼，拿下！7月初7。嘿，7月初7，凤翔长空，他是羽族。没错，我是以天公为尊，绝对不做笼中之鸟。看来他只是个暗语，给我追！是。
小明姑娘，云少侠，你来干什么？人家正在洗澡呢。小明姑娘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有一事相问。上次你帮奴家找到了珠儿，我还没有找机会答谢你呢。是你拿走了丁四。春宵苦短，何故此时说这个？能近我身偷走天罗寺的，只有你。他呀，就是喜欢抓鸟。你是魅灵对吧？只有魅灵可以迷惑人的心智。你说的被我迷住，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啊？羽林未办案，闲杂人等立刻避让。让开！你为什么来了？你们两个跟那边走。是。你中了青羽剑之毒，只有用这个浸泡身体，身上的香味才能散掉。大恩不言谢，我会回来找你的。这么多羽灵卫追一个小贼，竟然都跟丢了，分头去找。去搜。是。哎呀，果然还是小明善解人意，治病救人，不像那个红衣夜叉。哼，他一定也想不到我竟然敢回云钓探索。这年头，你踩滑贼走路都没声的吗？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你怎么老惦记我舌头啊？你能不能等我穿衣服再打？别叫了。我要挖了你的眼！我要杀了你！来啊，来！老大，跟丢了。我注入在青羽剑上的秘术，被云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化解了。他身上的气味消失之后，雕鸮也失去了方向。公主说分头去找，可是现在公主也联系不上，怎么办？你们在哪分开的？我说你这出身高贵的公主啊，不安心等着嫁人，老出来打打杀杀的，也不怕丢了自己性命。我生在皇家，自有监国之重任，岂是你等小民能够理解的？是，你是天家大人，我呀就是一介草民。我吧，打小跟老头相依为命。如果有人要算计他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。所以，
我必须亲自查清真相。你有你要守护的人，我也有我要守护的人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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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有人害我！这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冰晴雪原，老家在商州的冰原，专门在人脑里产卵生长。公主，没事吧？南怀城常年四季如春，你说的冰晴雪原在这里根本无法存活。啊，这种虫子啊，虽然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，不过呢，要想在东陆养它也不是不可能，只要找对人。你不是知道怎么培育冰晴雪原吗？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？走，走。哇，这味儿！哎，我知道这根本困不住你，你是故意跟我来的。我这是都为了我师傅。你面前这3具尸体，正是近日接连丧命的巫师陈员外和郑世才。我听说平日里你也在南怀城以探视人自居，现在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。耶，这个郑世才还是个惜命师啊，估计他自己都算不出自己死得这么惨。有人偷了我的天罗丝，利用云州巫师杀死陈员外，所以唯一的线索一定在他身上。这个人的死状确实像是从高空坠亡，这是被天罗丝勒住的痕迹。这是什么？云州饲养蛊虫者，为了不让蛊毒反噬自己，会用特制的燃香在身上结印。这结印的形状和蛊虫的类型有关。这第1枚结印，就是害死郑世才的冰晴雪原。这第2枚叫黑暗雪牢。这第3枚印记，我也没见过。蛊虫下落不明，恐怕还会有人遭遇不测。冰晴雪原性喜严寒，在东陆想培育存活，除非是用地下开采的寒冰制作的玉剑饲养，而我恰巧知道这玉剑在南怀城谁能制作出来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去找。哎呀，大家都忙一天了，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？好累啊！万一他也被人杀了呢？想杀也得先找得到他呀。要是没有本少侠带路，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。哎，等等！那今晚辛苦云少侠跟3位死者将就一下。石秋桐，你不讲武德啊你！进。老大，我查出他们是怎么混进陈府宴会的了。他们的请柬似乎是从瑞亲王府流出的。
锐气王。王爷，您侠肝义胆，虚怀若谷。燕国若是在您的治理下，那才是长歌盛世啊！王爷的治世之才，自不必说。陛下病重，已在深宫养病数载。如今朝堂无主，眼下正需一位明君来统领朝政啊！陛下待我不薄，这些话诸位就不要再提了。王爷，您对陛下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只是我想冒昧的说句话：倘若有天陛下突遭不义，我等必将前仆后继，拥护王爷，执掌天下。我等必将拥护王爷。你们听说昨晚的新命节了吗？听说了，别可怕。头上没有猴子人来，或许到下一个会轮到谁倒霉的，谁知道呢？来，看一看了啊！我这儿可都是绝品孤品，别的店儿可没有啊！来看一看啊！石老官，你又在这坑人呢？哎呦，谁说的？我这儿都是。我在南怀城这么久，头一次知道有这样的地方。你啊，真是在亮堂地方待惯了，不知道这个城市啊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那边去。来这的人啊，十有八九都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儿，谁会希望被外人知晓啊？那儿呢？梅洛可在？我不认识什么梅洛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梅洛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欲寻其门，星斗西沉。原来是你小子，你这是想通了，把天罗丝交给我呀？天罗丝先放一边，咱们先聊聊冰晴雪原如何？冰晴雪原，谁跟你们聊？梅先生既然都已经现身了，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新朋友白跑一趟。哇，这就是培育冰晴雪原的玉剑吧？你别碰坏了！不是你这小老头是不是发财了呀？你别碰坏了！这么稀缺的东西都有人买。头儿，你看，果然是陈员外的标识。这是什么？九州创世1000年，历经8朝，发生过无数场血战。随着战争规模的升级，河洛的祖先发明了一种可以刀枪不入的战甲，名为疾风甲。我也只是在书本上看到过，想不到今天居然能够亲眼所见。哎，我说小老头，你造这么多战甲想干嘛呀？啊，是不是合计着把咱大公主的爹给推下去啊？你也太大胆了你啊！啊，这些蛊虫和战甲只有一个目的，有人意图造反。说，到底是谁让你造的疾风甲？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收了定金和图纸，这幕后出钱之人，我从来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那只能劳烦云少侠和梅洛好好谈谈。这里就交给我和公主吧。
好说。你呀，现在什么都不用管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保证你没事。哼，想得美！现在外头已经死了3个人了。云州的巫师，南怀的新命师和城中的员外，新命节的传言闹得满城风雨。你现在再不把事情告诉我，你小仙连你自己的性命都难保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少给我来这套，还吓唬我！不就是死了3个人吗？你就是死了30个，他跟我也没有关系。老子我20年前就为了躲着性命节，我专门逃到这地下，平安无事，逢凶化吉呀。20年后我还能死喽？新命节20年前就发生过啊！这事儿你得问你师傅，他最清楚。这样吧，咱们来做笔交易。不做。我把天罗斯借给你去研究，你现在来告诉我是谁雇佣你去造了那些玉剑和疾风甲？此话当真？绝无虚言。那我就跟你讲一讲。有关于这疾风甲和玉剑的买家，我确实没见过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嘛。年轻人没有耐心，放下。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买家，但是他们每次把黄金送过来以后呢，还给我带了这个。这种矿石是做疾风甲的原料，知道它产地的人没几个呀。不过你要想要找到它呢，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去。黑暗雪牢。这种植物根茎会牢牢地吸附在中蛊者的心脏部位，一旦中蛊者紧张或者是激动，血脉扩张，植物就会疯狂地生长，最后从中蛊者体内破体而出，形成一种藤蔓的监牢，所以叫做黑暗血牢。最后的线索也断了，到底是谁给梅洛下的蛊？事情还不明显吗？云战难逃干系。难道我真的错弃了你，云战？事已至此，你居然还相信他？我从来都只信证据。既然如此，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说。你说。我查到云战师徒的请柬是瑞亲王给的。来者何人？陈员外宴会的请柬是大人你送来的吧？何以见得呀？江湖传言，云州巫师给你送来了一只奇兽，不久后便坠亡。我和师傅与陈员外素无来往，却被邀请赴宴，正巧遇见了被天罗斯操控的尸体，杀死了陈员外，以至于身陷囹圄。起初我以为是凶手故布疑阵，引我们师徒入局，想栽赃陷害。但是紧随其后的几桩命案，
就很难再牵扯到我们了。因此，只剩下一种解释：有人察觉云州巫师之死的背后另有隐情，但是又不敢大张旗鼓地找人查案，所以就悄悄塞给我们请柬，想请我们一探究竟。我说的对吧，瑞亲王？那你凭什么认为那请柬就是本亲王差人送去的？因为我师父云灭20年前，恰是你瑞亲王的门客。20年前，你和我师父云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？你不是想知道本王与你师父的故事吗？当年云灭清理门户不干净，送去请柬，就是要把他过去的旧债了结，否则过去你师父的债，今天就得由他的徒弟来还。死刑连珠已成定局，性命所至，看来这次真是劫出难逃了。你无需劝我，我意已决。我拼尽全力为父皇守护的江山，不能轻易让人染指。其实，我很羡慕你。我羡慕你有一个值得守护的家人，不像我，从小就没了父母。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，是国主收养了我，给了我习武报恩的机会。所以，无论国主让我做任何事情，我都义不容辞。你我奉旨成婚，却从未有人问过我们的心意。现在，我想自己做一回主。我要去寻找真相。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老大，公主，找到了，就在那边，枪，枪，快！头儿，看，这里还有冰清雪原。看来，这里就是云州巫师的住所。这是昨晚在梅洛尸体面前发现的矿石，显然这应该是云战有意留给我们的线索。这种矿石材质特殊，只有城郊的落雁林才有。那云战留下这种矿石，意欲何解呢？这是梅洛做击风甲的材料，
他应该是想指引我们来这里吧？公主，发现一封信。原来云州巫师是瑞亲王的人。信上说，瑞亲王让云州巫师带来一种叫噬猪兽的奇虫，准备当作贺礼，在你我大婚之日献给陛下。冰晴雪原，黑暗血狼，噬猪兽。难道噬猪兽就是第3种剧毒之国？今日便是你我大婚之日。瑞亲王必定会动手。回宫。走。竟敢有人偷袭羽林卫！保护公主！哪里来的毛贼？竟然敢偷袭羽林卫！重点给我杀出去！果然是瑞亲王的走狗。公主，撤！安教头，公主。今日诸位大臣在此，恭贺同公主出嫁立府之喜。童儿学武何在啊？报！公主，同公主和安教头在落叶林一喜，请求支援。大婚之日，他们去落叶林做什么？谁袭击我童儿？属下不知。快，马上派人过去找我童儿！快去！是。哎，陛下悬赏1000金，搜寻公主下落，咱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呀！还想着发财呢？啊，公主大婚之日竟不知所踪，我看这天下要大乱才是啊！哎呀，这乱不乱也不关咱老百姓的事儿。再者说了，你见过公主长什么模样？她当你迎面走来，你认得出来吗？没见过。公主，怎么样？有点疼，忍着点。对了，那封信呢？啊，
在这儿。我在杀手的身上看见了瑞亲王府的金牌。看来瑞亲王想要杀人灭口啊！陨石落，将大战，国异姓，兵将乱，得者繁昌，齐国当王；无德者丧，人君即亡。陨石落，将大战。嘘，公主。小娃娃，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？这是我跟娘亲进城的时候听路边的一个兴命师唱的。什么样的兴命师？前夜爆头的兴命师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吧。皇叔笃定，九州的人都信兴命，便要借着这民谣散播出去，在民间给自己立威。哎，公主，我不能让他得逞。那你骑我的马先回去，我去召集御林卫。谢谢。你我不必言谢，小心。皇兄不必焦急，今日乃公主大婚之日，童公主和安教头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定会没事的。我能不急吗？大婚之日，童儿不知去向，至今还生死未卜。皇兄可记得，臣弟要在童公主大婚之日向您进献宝物吗？童儿至今下落不明，纵使有千古的宝物，朕也没有这个心思去看呢。那么臣弟斗胆博您一笑。皇兄，龙弟，这是何物啊？回禀皇兄，此物是臣弟特地差人从云州密林部落中寻得的奇物。此物名为噬珠兽，专以珍珠为食，进食后通体放光，灿烂夺目。皇兄是否要一睹风采啊？再说这是奇兽，甚好，甚好啊！父皇小心！童儿，童儿，你这是为什么？父皇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出手把他砍了。这噬珠兽难道有什么古怪吗？父皇，信中与皇叔相交甚密的巫师曾经豢养3种蛊虫，前2种蛊虫正是造成南怀城数起命案的主因，而你眼前这噬珠兽就是第3种蛊虫。不仅如此，有人利用蛊虫毁尸灭迹，蓄意谋反，这个人就是我的亲叔叔瑞亲王石龙。龙帝，你。陛下，臣可为公主作证，我们正是找到这封信的时候，遭遇了埋伏。龙帝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臣弟是冤枉的，那几起命案与臣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望陛下明察。
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前辈，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瑞亲王密谋造反。我们现在需要集结一切可能的力量，帮助公主。哎，对了，云战在哪儿？哎呀，我还在找他呢。你知道他在哪里？背后捅刀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哎呀，臭小子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头，我说了，我要光明正大带你走。光明正大？我看你是代表瑞亲王来取我们性命的吧？信安呐，你刚才带这2个人，已经耐不住寂寞原形毕露了。你确定你要继续装下去吗？老头，哎，你看面前这个人，你不觉得眼熟吗？啊？石龙，你贼胆包天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陛下，童公主所言，的确让臣弟百口莫辩。今日当着群臣面前，臣弟愿意性命担保，臣弟的反叛之心早已在多年以前便烟消云散。反叛之心，为什么不说个明白？20年了，臣弟本以为这件事早已掩盖过去。当时陛下初登皇位，臣弟一时迷了心窍，起了不臣之心。那时纠集了一批江湖义士，他们有万古虫的巫师，有那善造兵器的河洛人，还有那上知天命的性命师。瑞亲王笼络那批能人义士之后，便时刻准备着谋反。行动之前，石龙怕走漏风声，便决定把那些替自己卖过命、但又失去作用的弃子一一除掉。而那个帮他除掉弃子的人，正是九州第一杀手踏野无声，我的师父云灭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你没事啊？石龙的计划又产生了变数。我师父云灭本该把那些人赶尽杀绝，却又在关键时刻动了恻隐之心。这未杀之人，应该就是石龙口中的孽债吧？当年被石龙除掉人的后代，将复刻20年前的一切，假借石龙的名义，联系了一些巫师、商人、星命师和将领，做出一番石龙再次谋反的假象，然后又杀掉他们，一步步引导着坚固的石秋桐，给石龙安上了谋反的罪名。你之所以选择模仿我们师徒俩，使用天罗寺来杀死陈员外，就是为了在案发之后，能借公主之手迅速控制我们师徒，来断绝石龙的后援，坐实他的罪名。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我，恳请公主明察，望陛下明察。东林，安教头人呢？公主，方才有人报告天牢方向有异象，大批的黑衣人朝落叶林的方向去了。落叶林。糟了！
云少侠，我真没想到，我处心谋划这么多年，却被你这个江湖浪子识破了。不过我有一事不太明白。你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上你的？什么时候？拜访梅洛的前夜，石修童将我关在停尸房一宿。半梦半醒间，我似乎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。那味道，正是你发射的青羽剑的气息。梅洛死的那晚，所有人都认为是我给他订的酒菜出了问题，但我心知肚明，酒菜我是检查过的。而在此之前，接触过梅洛的只有你。小明姑娘，你在哪儿？小明姑娘，小明姑娘，我有一事相问。我青羽剑，我回来找你的。即便精通工艺的河洛族中，梅洛也算是1等1的工匠高手。我等你回来。这种远距离狙击用的青羽剑，必定是出自他的手笔。而整个南怀城，有此精准剑术的，只有一个人。为了不让蛊虫侵袭自身，想必你也要在身上结印才行。所以能证明你是凶手最直接的证据，应该就藏在你的臂甲之后吧。啊，可惜了呀！可惜，我现在只需要杀了你们俩，你们刚才讲的那一堆故事，就只能伴随你们长眠。果然是你，真是性命难逃啊！而公主得到的故事的版本，就只能是石龙要将他雇佣的杀手除掉，而我带人前往，却阻拦未果。韩玄武，快停手吧！这一切与他人无关，都是老夫咎由自取。兄弟，放了我！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求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而且，我已经帮你把性命师母子俩给带过来了。我发誓，我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南怀城。梅洛，你个叛徒！直到面具打碎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，这个女人救过我，可为时已晚。她已经死在我的天罗寺下。杀了那个救过我的女人之后，我就金盆洗手，退出了组织。我懂你们失去双亲的痛苦，但你们这样滥杀无辜，只会让更多的人家破人亡。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痛苦。20年前，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不惜让我们的父母沦为了牺牲品，我们这帮人也就成了沦落在九州各地的孤儿。而现在，我必须让当年令我们家破人亡的人付出血的代价。安修武，你一定要这么执迷不悟吗？复仇本就是条铺满鲜血的道路，一旦走上，就无法回头。所以今日，
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既然孽债因我而起，性命之劫该由我来解。老头，性命轮回，此刻可休矣。学我，收手吧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公主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靴子表面粘的浅褐色矿土，是那片竹林中未曾下雨时的状态；而你靴底粘的深褐色矿土，则和我一样，是在雨后的竹林里沾上的，证明你之前来过这里。我真没想到，我竟然小瞧你了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真正的凶手居然是你。安教头，收手吧。不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。上！拿下！蝼蚁尚且贪生，为人
且不惜命，这样的下场也算是一种解脱。你说什么呢？别胡说八道！别胡说八道！要是解脱了，谁带我们上来喝啊？你要记着，不要让仇恨继续下去。老头！学武，你现在束手就擒，我一定叫父皇给你一个说法。你的父皇，燕国之君，终日不朝，昏庸无能。要不是因为有如此昏君纵容奸臣当道，我等无辜百姓怎会横遭牵连？你既然早对父皇不满，又何必假意取往？我没有。我对你从未有过虚情假意。这世间的事原本就身不由己，就像你，虽为公主，但也不能事事随愿。我若是你的话，就应该立马回宫，兴许这样还能见到你父皇最后一面。照顾好自己。学武！云战，父皇有难，带我回皇宫。拜托。陛下开恩，臣弟恳请皇兄开恩呐！龙帝，既然你是忠心可敬，那你就替朕喂一喂噬猪兽，让朕与朱清也见识一下这云中宝物的神奇之处吧。来人！皇兄，皇兄！这香味是什么呢？真香！
朕以这副病躯示人，无心国事，无非就是想看看，谁会趁朕喜欢花花草草的时候，盯上朕的王位。所以说，就连我的婚礼也是假的。朝堂之上，何为真，何为假？如果能稳定朝纲，震慑亲王，那公主的婚礼，大臣的性命，又何足挂齿啊？纵然如此，也不是你滥杀无辜的理由。童儿，朕的江山，终有一天要交到你的手上。朕要确保你拿到的是干干净净的朝廷。人心叵测，朕是在教你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啊！这样的江山，我宁愿不要。童儿，童儿，放肆！没有人能够背朕而去。童儿，童儿！小时候，我以为老头只是一个会喝酒的醉鬼，直到有天我突然发现，他竟然有一身绝学，我就软磨硬泡让他教我。其实他不愿意，说学武的人拿起了刀，最后一定会伤到自己的。因为当你越强大的时候，就越容易成为对方手中的刀。所以，他只想让我当个普通人，过完这一生。其实当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不好。我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并不普通，所以我从小就不敢奢望自己像普通人一样和父皇相处。我最快乐的时光，就是父皇在给我讲解不同土壤如何培养各类花草的时候。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，我才会觉得这是家人之间的相处。可惜现在看来，连这都是假的。只可惜，新命节的阴谋还是被安学武实现了。我最终没能救得了老头。可能我从小看到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，所以这种场景对我而言，不过只是一个人生的过场。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
家，我是回不去了。跟我走吧。你知道天启武士吗？魔主会不断考验你的忠诚，只有经过了考验，你才会获得魔主的力量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你便可以用这个力量，去颠覆整个九州。